2026年6月，一艘沉睡了近30年的俄罗斯超级战舰再次出现在大海上。它没有参加过现代战争，却曾经让整个北约海军重新思考未来的海战。这就是俄罗斯海军最神秘也最具争议的巨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这艘诞生于冷战时期的核动力巡洋舰，经历了几十年的等待和数十亿美元的现代化改造，如今换上了新一代飞弹系统，再次准备回到俄罗斯北方舰队。它拥有接近3万吨的庞大身躯，搭载能够攻击远距离目标的先进飞弹。如果只看直面数据，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水面战舰之一。但问题是，当年为了猎杀美国航母而诞生的超级武器，在今天还能成为海上杀手吗？如果它正式入列，对俄乌战争有着什么影响呢？俄罗斯为什么执着于复活纳西莫夫号？因为这艘巨舰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执行普通巡逻任务而设计。它诞生的唯一使命就是挑战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美国航母战斗群。上世纪70年代，冷战进入最紧张的阶段。对于苏联来说，陆地上的钢铁洪流可以威胁欧洲，但在广阔的大洋之上，它却面对着一个难以破解的巨大困局，那就是美国海军建立起来的全球航母体系。当时的美国拥有一整套覆盖全球的海上力量网络，航母负责提供持续的空中打击能力，护航舰艇负责防空和反潜，海外基地负责补给和维修。再加上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美国海军真正控制的不是一艘艘舰艇，而是一套能够影响整个世界海洋的体系。对于苏联来说，美国航母战斗群最大的威胁并不是他们本身，而是这些移动的海上机场，可以将航空力量投送到苏联周边海域。面对这样的对手，苏联海军很清楚一个现实：如果按照美国的方式竞争，自己必败无疑。苏联可以建造更多航母，但苏联无法复制美国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海外基地、盟友网络以及舰载航空体系。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海军战略出现了。既然无法建立控制海洋的力量，那就制造一种能够摧毁控制海洋力量的武器。美国选择了航母舰载机和全球基地组成的海上霸权体系，而苏联选择了核动力舰艇、远程飞弹和饱和攻击组成的反航母体系。两个超级大国在海洋战争的问题上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而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就是这种战略思维下最极端的产物。苏联工程师没有给它设计大型舰载机甲板，也没有试图复制美国航母，他们选择了一条更加直接也更加危险的路线，把一艘巨大的核动力战舰变成一座能够高速移动的飞弹堡垒。在这艘舰艇上，苏联塞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反舰武器之一 P700 花岗岩极音速反舰飞弹，整整20枚飞弹被安装在舰体内部，每一枚飞弹都拥有巨大的弹药量和惊人的射程。它们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在远距离突破航母战斗群的防御体系，对核心目标发动毁灭性打击。这就是苏联海军提出的饱和攻击理念。美国依靠一整套体系保护航母，而苏联试图用一次大规模飞弹起射，让这套体系无法承受。为了让这艘巨舰拥有远洋作战能力，苏联甚至给它安装了核动力系统。相比传统燃油战舰，核动力让它拥有更长的续航能力，可以长期部署在远离本土的海域。在苏联人的设想中，这样的舰艇不需要和美国航母争夺制空权，它只需要隐藏在远洋，等待目标出现，然后用密集的飞弹攻击摧毁敌人的核心舰艇。1980年，当基洛夫级首舰进入北约情报视野时，美国确实感受到了压力，因为这艘船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巡洋舰的概念。它拥有接近战列舰级别的吨位，拥有远超普通军舰的飞弹火力，甚至让北约军事观察家重新使用了一个已经消失几十年的词——战略巡洋舰。美国海军当时没有因为一艘军舰就陷入恐慌，但基洛夫级的出现确实迫使美国重新思考未来海战，如何保护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航母，如何面对远距离、大规模、高速度的反舰飞弹攻击。这推动了美国进一步完善宙斯盾防空体系，也成为冷战后期海军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在里根政府推动的600艘舰艇计划中，美国重新启用了4艘液压滑稽战列舰，并为他们安装现代化飞弹系统。两个超级大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对方。苏联制造能够猎杀航母的巨舰，美国则让沉睡几十年的战列舰重新回到海洋。但历史最终证明，决定一件武器命运的不是它拥有多少火力，更重要的是它所面对的战争是否还是当初设计时的那个战争。就在基洛夫级准备成为苏联海军刺向美国航母的利刃时，一个比美国海军更强大的敌人出现了。他没有飞弹，没有舰队，却改变了整个世界。这个敌人就是时间。如果要为冷战写一部海军史，纳西莫夫号一定会成为其中最特殊的一章，因为它不是一艘普通军舰，它代表的是一个超级大国最后一次挑战海洋霸权的野心。
1980年代，那是苏联海军最接近巅峰的年代。从北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挂着红色旗帜的苏联舰艇开始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大海域。莫斯科希望证明，苏联不仅可以控制欧亚大陆，也有能力成为一个真正的远洋海军强国。而在这个战略目标中，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就是苏联海军手中的一张王牌。1988年，第4艘基洛夫级舰艇正式服役，它最初的名字叫加里宁号。作为这个级别中较晚服役的成员，它继承了苏联最先进的核动力技术和飞弹系统。在苏联海军的设想中，它应该成为远洋舰队的核心突击力量。依靠核动力带来的远航能力，它可以突破北约海上封锁，在远离本土的海域寻找美国航母战斗群，然后利用远程反舰飞弹对敌方核心目标发动致命打击。但就在这艘巨舰准备展现自己的价值时，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1991年，苏联解体，曾经拥有全球第2大海军的红色帝国，在短时间内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和经济支撑。对于普通装备来说，国家衰落意味着减少采购，但对于纳西莫夫号这样的超级战舰来说，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它需要的不只是燃料，还需要庞大的维护体系、专业人员、核动力保障以及持续供应的先进武器。苏联时代，它是海军力量的象征；苏联解体后，它却成为俄罗斯难以承担的巨大负担。1992年，这艘战舰更名为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但名字改变了，命运却没有改变。在俄罗斯经济最困难的年代，这艘曾经准备挑战美国航母的超级巡洋舰只能长期停靠在港口。它没有在海战中沉没，没有被敌人的飞弹击毁，它最大的敌人是和平年代的资金短缺和工业衰退。1999年，纳西莫夫号进入维修状态，然而这次维修并没有像计划一样迅速完成，因为俄罗斯面对的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一个曾经制造超级武器的国家是否还有能力继续维护它？多年过去，外界几乎认为这艘冷战巨兽最终会走向拆解。毕竟，一个国家很难为了过去的荣耀，长期养活一艘昂贵的历史遗产。但就在所有人认为纳西莫夫号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俄罗斯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重新改造它，让这艘冷战巨舰再一次回到大海。从1999年进入维修到真正开始大规模现代化改造，纳西莫夫号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它的改造周期甚至超过了很多现代军舰的整个服役寿命。而最让外界疑惑的是，为什么俄罗斯愿意投入如此巨大的资金去升级一艘已经服役几十年的老舰？按照现代海军发展的逻辑，建造新舰似乎才是更合理的选择。新的雷达、新的动力系统、新的隐身设计，这些都比改造一艘冷战时期的巨舰更加符合未来趋势。但俄罗斯面对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承了大量核潜艇工业能力，但大型水面舰艇制造体系却出现严重断层，尤其是大型舰艇设计、建造以及部分关键配套能力都受到巨大影响。这意味着俄罗斯不是不知道新建更好，而是在很长时间里，它缺少重新建造大型水面舰艇的完整能力。于是纳西莫夫号成为一个特殊选择，它的舰龄很老，但它的平台太大，接近3万吨的舰体在今天依然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现代海战越来越依赖飞弹数量，更多发射单元，更多武器组合，更多电子设备，这些都需要空间。俄罗斯的新型护卫舰可以拥有先进技术，但他们无法提供基洛夫级这种巨大平台带来的火力容量。换句话说，纳西莫夫号最大的缺点是它来自过去，但它最大的价值也正是因为它来自过去。它拥有今天俄罗斯很难重新制造的大舰体。纳西莫夫号的复活不仅是一项军事工程，它也是一次政治选择。俄罗斯想证明曾经拥有红海军的时代并没有完全消失。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一艘代表冷战巅峰的超级战舰真的能够适应21世纪的战争吗？过去的基洛夫级虽然拥有惊人的火力，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件属于冷战时代的武器。当年的核心武器是20枚巨大的 P700 花岗岩反舰飞弹，这些飞弹威力巨大，射程遥远，是苏联用来攻击美国航母战斗群的杀手锏。但问题同样明显，体积巨大，用途单一，只能执行有限任务。在现代海战环境下，这种设计已经无法满足多任务作战需求。于是俄罗斯选择了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彻底改造。他们拆除了大量旧时代设备，将原本固定用途的武器空间改造成现代化通用垂直发射系统。这意味着过去的纳西莫夫号只能依靠少量重型反舰飞弹发动一次豪赌，而升级之后，它可以根据任务需求携带不同类型的飞弹，从反舰攻击到远程打击，再到区域防空。它正在从一艘冷战时期的航母杀手转变成一个大型海上飞弹平台。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俄罗斯近年来重点发展的锆石高级音速飞弹。此外，它还能够携带口径系列巡航飞弹，对远距离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如果只看武器容量和单舰火力，现代化后的纳西莫夫号依然是世界上最特殊、最强大的水面战舰之一。
它拥有很多现代驱逐舰无法提供的优势，巨大的舰体、充足的空间、庞大的武器携带能力。从冷战时代的钢铁巨兽到21世纪的飞弹堡垒，俄罗斯试图证明一艘40年前设计的战舰，只要换上现代武器，依然能够重新站在海洋竞争的舞台上。那么俄罗斯队要把改造后的纳西莫夫号用在何处呢？它会对未来的俄乌战争有什么影响呢？当纳西莫夫号完成现代化改造，重新回到俄罗斯海军序列时，外界最关心的问题是，这艘拥有数十枚先进飞弹的超级巡洋舰会不会改变俄乌战争力量的平衡？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从地理条件来看，纳西莫夫号并不太可能像冷战时期设想的那样直接进入黑海，成为攻击乌克兰的主力舰。黑海战争已经证明，大型水面舰艇在现代侦察和反舰武器面前并不是绝对安全。俄罗斯自己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莫斯科号巡洋舰的损失让俄军更加谨慎地使用大型舰艇。因此，纳西莫夫号最现实的作用并不是冲到乌克兰海岸附近进行作战，而是利用它巨大的远程打击能力，在更安全的距离影响战场。对俄罗斯来说，它最大的价值是增加远程火力储备。升级后的纳西莫夫号最大的变化就是武器系统现代化。过去它主要针对美国航母，未来它可以成为俄罗斯远程精确打击体系的一部分。搭载巡航飞弹和高级音速飞弹后，它理论上可以攻击远距离战略目标。也就是说，它的意义不是靠近战场，而是在远距离增加俄罗斯发动高强度打击的能力。对于俄罗斯而言，这符合一个现实：相比重新建设完整航母战斗群，打造少量大型飞弹平台是更符合当前工业和经济条件的选择。那么对乌克兰来说，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又该如何应对呢？如果纳西莫夫号真正形成战斗力，那么乌克兰最需要关注的并不是这艘船本身，而是它加入俄罗斯远程飞弹体系之后带来的变化。因为现代战争中，发射平台只是第一环，真正重要的是传递信息，选择攻击窗口，持续发动打击。纳西莫夫号的加入意味着俄罗斯未来可能拥有更多远程飞弹发射节点，这会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的压力。那乌克兰如何应对？面对这种威胁，乌克兰其实已经给出过答案。应对思路并不是制造一艘更大的军舰，因为乌克兰本身并没有发展大型海军的条件，它采取的是另一条路线，不和俄罗斯拼大舰，而是提高俄罗斯大型舰艇的作战成本。乌克兰完全可以利用海王星反舰飞弹发展岸基反舰能力，目标不是击败俄罗斯舰队，而是让俄罗斯大型舰艇无法靠近关键海域。而且乌克兰非常擅长利用无人系统改变海战，曾经通过无人艇攻击黑海舰队，让俄罗斯大型舰艇不得不后撤。这证明未来海战不一定是谁的船更大，而是谁能够更有效利用低成本系统。所以纳西莫夫号真正带来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俄罗斯多了一艘超级战舰，更准确地说，它代表俄罗斯试图重新强化远程海上打击能力。而乌克兰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一个远程飞弹和无人系统主导的时代继续降低大型平台带来的威胁。但是一艘完全按照冷战思维建造的舰队，在现代的战场，它究竟是俄罗斯海军复兴的象征，还是一个属于过去时代的最后回响？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从不会因为某件武器曾经辉煌就给予它特殊待遇。对于俄罗斯海军来说，纳西莫夫号的复活并不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现代战争的变化。事实上，俄罗斯军方比任何人都清楚，无人系统、远程精确打击、信息网络正在重新改变海战规则。他们知道未来战争不会再简单重复冷战时期的大舰对决，但即便如此，俄罗斯依然选择投入巨大的资源，让这艘冷战时期的超级巡洋舰重新回到海洋。为什么？因为纳西莫夫号背后隐藏着一个国家在军事转型中的巨大矛盾。现代战争需要什么？更先进的信息系统，更多无人平台，更完整的作战网络，更高效的成本控制。但大国海军又需要什么？需要能够展示远洋存在能力的核心装备，需要能够承担战略威慑任务的大型平台。而纳西莫夫号恰好处在这两种需求的冲突中心，它太昂贵、太复杂，它依赖庞大的保障体系，但同时它又拥有俄罗斯目前很多新型舰艇无法提供的巨大火力容量，这就是它最大的矛盾。它代表过去，却又被寄托着未来的期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纳西莫夫号就是苏联海军遗产最具象征性的存在。在冷战巅峰时期，苏联相信只要拥有足够强大的武器，就能够挑战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而基洛夫级就是这种信念的产物。但几十年过去，世界已经发生改变，所以纳西莫夫号的复活其实是一场特殊的军事实验。那么如果一艘军舰需要几十亿美元、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升级，那么它究竟是在迎接未来，还是在延长过去？无论外界如何评价，纳西莫夫号最终都会再次驶向大海。这艘沉睡几十年的钢铁巨兽重新启动核动力系统，它带着冷战时代留下的重量，也带着21世纪的新型武器，再一次驶向深蓝。它依然强大，但这已经不是它的时代了。好了，关于俄罗斯海军的故事，今天就聊到这里。
你认为这艘冷战遗物真的能起到作用吗？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